这节课呢，咱们接着上一节课来讲呢，接着肩胸部这个三视图，咱们再往上去添加它的肌肉结构，以此来研究整个形态的一个3个视角。首先，咱们找到胸大肌正视图，它在骨骼上附着的位置，这就是胸大肌附着的位置。在它附着在肱骨的地方呢，它有一个往后绕的一个特点啊，它不是直着过来的，它是绕过来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从侧面的视角去看胸大肌的样子。从侧面视角看，这个往后绕的这个趋势会更加的明显。首先还是找到它附着的位置，锁骨、胸骨以及肋骨这几个部分。给肌肉增加一些厚度，让它高于胸骨。咱们从侧视图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它在空间中的一个位置关系啊。咱们在正视图里看的不是很明显。整个胸肌呢，它有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和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它不是说整个胸肌在一个水平面上，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假设我做这样的一个辅助线，通过这样的一个线条往内侧，它是比较朝前的。过了这条线之后呢，它就是往后倾斜的，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特征。这是它造型上面的形态上面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从侧视图和俯视图都会看得比较清楚。附着的位置，锁骨上、胸骨上附着的位置，肱骨上附着的位置，在这里看不到没有关系。胸大肌朝前的，正朝前的也就这么一段，是朝着前方的。过了这边呢，它就往后倾斜，这是它造型上面的一个明显的特点，这个要注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肩三角肌。肩三角肌附着的位置，在锁骨上有一些，在肩胛岗上面有一些，在肱骨上比胸大肌往下一点的位置。如果说整个肱骨是这么长的话，那个肩三角肌大概在1/2的位置。咱们来继续。咱们的肩三角肌呢，它覆盖在胸大肌肱骨的这个位置，然后呢，生长在肩峰和锁骨上。咱们肩三角肌外侧的这个轮廓呢，有点像梯形，它有2个拐点，有2个凸起的拐点。上面这个拐点是由于肱骨的这个头向外顶起来的一个造型。下面的这个肉结束，然后它往骨头上长，所以它有一个往里走的一个造型，那么形成了这个类似于梯形的一个形态。从侧面去看，肩三角肌前面的这一段呢，看的不是很明显，因为咱们这个视角限制，它是正冲着咱们，所以说呢，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点。到这里，咱们是不是就能够清楚为什么叫肩三角肌了？咱们从这个视角正好能够看到肩三角肌整块肌肉的全貌，它类似于一个三角形，对不对？从侧面去看，看到的是全貌；咱们从正面去看呢，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前端啊，后面咱们从侧面也能看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肩胛骨它是倾斜的，所以咱们能够看到肩三角肌的后半部分。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从顶视图看肩三角肌，先去找它附着的位置。从顶视图呢，咱们可以看得到肩三角肌的一个朝向，
能看到这个朝向它并不是朝侧面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尖三角肌是斜朝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原因在哪儿呢？跟它的肩胛骨有关。咱们可以看到肩胛骨它也不是正朝着后面的，肩胛骨是一个倾斜的趋势，咱们的肩胛骨倾斜，附着在肩胛骨上面的肌肉也是朝前倾斜，形成了咱们肩头的朝向。这也就是咱们刚才画侧面的时候，为什么能从侧面看到整个的全貌？因为肩胛骨是向前倾斜的。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下斜方肌。这回呢，咱们就不把这个圆柱接上了，先不看脖子啊，先看从这个位置，从胸腔的后面找两条扁圆形的柱状的肌肉，它附着在肩峰上面有一些，在锁骨上有一些。从侧面看，咱们可以看到斜方肌在肩胛岗上面附着的位置。就是斜方肌侧视图。从顶视图，咱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斜方肌在肩胛骨和锁骨上附着的位置。这样的话就应该很清楚了吧？咱们可以通过三视图把每一块的肌肉它在不同视角下的一个状态认识清楚。下面我们再找一下骨骼标记，锁骨，锁骨。这骨骼标记为什么能称之为骨骼标记呢？因为它在身体的表面，咱们永远都能够看得到，不论是再怎么肥胖，脂肪也不能够完全覆盖住的一些位置，咱们可以在身体的表面，通过寻找这些骨骼标记，来逐渐的一一相互连接，找它们之间的结构，把整个形体搭建完成，所以它会被称为骨骼标记。接下来，肩峰，其实肩峰就是肩胛岗的一个部分。肩胛岗呢又是肩胛骨的一个部分，肩峰往后走，这就是肩胛岗，肩峰、肩胛岗。咱们可以看到一个骨头的，它可以同时附着好几块肌肉的。咱们这个骨头是一个形体，然后呢，附着肌肉呢，在这个形体的下端附着着一块肌肉，在它的上端就附着了另外一块肌肉。这样的话，骨骼的这个体积就有所显现了，它不是被完全包裹的。再找另一个，在两个锁骨中间向下这一段就是胸骨。由于胸大肌上两束会比较薄，所以说在上边这里咱们还能够看到一些肋骨的造型。大多数情况下，除非咱们看那个健美运动员啊，肌肉每一块肌肉都练得非常饱满，每一块肌肉的每一个位置都非常的丰满，那能够把这个肋骨盖得比较严实。但是基本上大部分情况下，上胸的位置还是比较薄的，下胸会容易比较厚一些。脂肪更容易堆积的地方也在这里，下胸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容易比较堆积脂肪的位置。腋下这个位置，手臂后方的这个位置，这里两个锁骨之间一个倒三角，也是一个标记点。其实它们和骨骼标记其实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影响的。有了骨骼，有了肌肉，骨骼和肌肉之间形成的这些窝状面、窝状结构。下面我把正视图和侧视图的这个颈部稍微加一下。从正面看，
再加上前面这个喉结的这个结构，咱们的脖子的横断面类似一个五边形，侧面胸锁乳突肌，前面是喉结。喉结这个位置呢，男性、女性都有。为什么咱们偶尔会听到有人说女生没有喉结呢？因为它的喉结形态是半弧状的啊，它是圆形的，在脖子上面呢不显现，所以对于外形呢没有影响，也就是说看不太出来。于是大家就会认为它没有，其实都是有的，只不过在造型上面会有一些区别。但有的时候有一些个例啊，它也会有一些女生她的喉结也会有一些偏方的感觉，这种情况也都有，也都存在。那有的男生，比如说有的男生他的喉结也不那么明显，不那么突出，也偏圆。这里所说的规律啊，只是大部分情况下多数人的规律，偏圆半弧状、偏方角状，这样的两个特征。胸锁乳突肌的侧面长在胸骨上，长在锁骨上。到这里咱们要记住几点啊，一个就是骨骼标记非常重要的。咱们在画的时候可以从胸腔一点点去搭建，逐渐把一个形体搭建出来。但是咱们如果再去观察模特的时候，就要通过模特身体表面的一些起伏变化、一些骨骼标记、一些蛛丝马迹来把整个形体找到的。骨骼标记要记住，跟骨骼相关联的几大块肌肉的形态，这个是需要记牢的，因为咱们找到骨骼的下一步就是按照这几个骨骼的位置去找它与之相关的肌肉结构啊，这就是咱们本节课的重点。好，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们下节课见。